老板苏无忌亲自开嗓唱歌，这在皇后可是难得一见的风景。受到了此时现场氛围的感染，岳冰凌的眼睛有点红，呼吸有点急促，一股名为感动的情绪在他的心里蔓延。苏无忌开了一瓶酒，灌了一大口，随后开唱。无聊望见了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一止。谁人定我去祸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岳冰凌听到这儿，下意识地开口，重复了一句歌词：定我心中的宇宙。他轻轻吸了吸鼻子，眸子里金光闪烁。岳冰凌并没有注意到，就连他的唇角此刻都轻轻翘起，露出了平时绝对不会出现在脸上的微笑。苏无忌闭着眼睛，还在台上吼着，虽然不怎么着调，但是那股情绪的喷涌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看着这个肆意奔放的青年，这时候岳冰凌的脑海里忽然想起了李姐之前的那句话：小姐，这个小伙子挺可爱的。李姐说的没错。岳冰凌在心中轻轻说道，在男人身上，有些时候可爱并不是个贬义词。随着苏无忌唱到了高潮，全场都开始了大合唱。纵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终可见，虽然大部分人的粤语都不标准，但现场的气氛已经被烘托到了又一个大高潮。岳冰凌的眼神已经开始变得有轻微迷离了，平日里的冷静与凛冽已然不见了踪影。一曲终了，苏无忌跳起来，对着岳冰凌挥手，后者抿了抿嘴，也抬手回应。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是有些僵硬的，但能做出来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随着两人的互动摆手，酒吧里的欢呼声再度响起。这真的是太疯狂了。岳冰凌的心中感慨万千，依然觉得难以置信。被众人一起托举的那么高，俨然是整个酒吧的焦点。这是他这半辈子都未曾体验过的感觉，完全突破了他的性格边界与想象极限。唱完了一首歌，苏无忌跳向舞台，拿着酒瓶来到了岳冰凌的身边。不，确切地说，他是垫着脚，把酒瓶高高举起，递到了岳冰凌的轮椅扶手边。干杯，朋友！苏无忌喊着。好。岳冰凌应了一声。在那种狂热的氛围之下，他被深深地触动了。岳冰凌根本没多想，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接过瓶子，把剩下的大半瓶酒一饮而尽。好辣！他平日里极少喝酒，虽然这瓶酒只有10几度，可这次一口气喝了这么多，让他从胃部到口腔仿佛都要燃烧了起来。而这种燃烧更像是以物理的方式与脑海之中的激情交相辉映。岳冰凌被辣得眼睛都红了，但是心中却是前所未有的畅快，似乎郁结的心情瞬间被疏通了，巨大的压力一下子烟消云散。而直到喝完了这瓶酒，岳冰凌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瓶是苏无忌喝剩下的。两人这也算是完成了间接接吻，当然确切来说是彼此口水中的菌群完成了传递。苏无忌接过空酒瓶，从服务生拿过来一瓶啤酒，直接用牙齿咬开了盖子，泡沫汩汩涌出。他把还在冒着泡沫的啤酒递给岳冰凌，又重新跳上了舞台。来来来，我再送给岳小姐一首歌。苏无忌喊道。哇哦！下面的人群又开始了呼喊。岳冰凌往嘴里灌了一大口啤酒，
眼睛闪闪发光，有着非常明显的期待。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亲爱的岳小姐。苏无忌喊道。他和岳冰凌之间的关系，当然远远没到亲爱的这3个字所能形容的程度。可是在热闹的酒吧里，这么说是很正常的。就像很多女生在还不熟的情况下发微信，都是以亲爱的来开头。然而岳冰凌却是被人第一次这么称呼。他那已经化了冰的俏脸，涌现出了一抹意外之极的神色。他微微张了张嘴，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平时在同事们的心里面，岳处长是又孤僻又冷漠，没有人想去接近他，更不可能对这位冷若冰霜的高干之女喊出亲爱的这种极为愉悦的称呼来。就在岳冰凌怔怔出神的时候，苏无忌已经再度开唱了。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这歌词的每一句都打在岳冰凌的心上，都是在印证着他的心情。看着台上那个青年歇斯底里地吼着，岳冰凌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摇滚，什么叫朋友。他的眼眶再度变得潮湿。以往那些深藏于心底的孤独感，此刻被这火热的气氛彻底稀释，彻底燃烧。而这燃烧的产物，就是一往无前的勇气。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看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吧。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直到变老。当苏无忌这最后一句不妥协，直到变老唱出来的时候，岳冰凌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被狠狠击中了一般，眸中积蓄已久的眼泪夺眶而出，泪如雨下。苏无忌唱完之后，明显有点上头，喊道：本老板今天高兴，今晚全场消费由苏无。他这句话还没说完，一只蒲扇般的大手便从后面伸出来，死死捂住了苏无忌的嘴巴，将他拖了下去。正是小庞。苏无忌双腿在台上蹬着，却根本挣脱不开。这滑稽的谢幕方式映入眼帘，岳冰凌愣了一下，随后那强烈的感动情绪瞬间破了功。他抹了一把眼泪，笑得灿烂无比，仿佛冬日雪后的暖阳。1个小时之后，岳冰凌已经来到了酒吧顶层的客房里。他的眼睛有些微微红肿，双颊红扑扑的，一口气喝了这么多酒，明显有些上头。但这个状态下的他，看起来已经没那么难以接近了。这房间就在苏无忌的隔壁，大床房，有独立卫浴，整洁干净。岳小姐，被褥都是干净的，如果你没带换洗衣物的话，柜子里还有一次性的内衣。萧英磊在后面推着轮椅说道：谢谢你们。岳冰凌说道：都是我们老板安排的。萧英磊笑道：就是老板现在的心情看起来有点不太好。岳冰凌看向苏无忌，嘴角忍不住地牵扯了一下，确实有点忍俊不禁。此刻的苏老板正走进来，随后黑着脸坐在沙发上，感觉谁都欠他钱的样子。萧英磊、小庞，你俩过来，来，就在我面前站好。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把财务爷给我喊过来罚站。萧英磊和小庞走了过去，在沙发前面站定。萧英磊说道：财务不在，
他让小庞上台拖住老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跑了。手机现在关机了。苏无忌一拍沙发扶手，恼火地说道：胆大包天了，今天我非得让你们知道知道谁是这酒吧的老板。随后他瞪着肖英磊：肖经理，我好不容易来了个漂亮朋友，我好不容易上台唱了歌，却被你们拖下了台，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很丢面子？肖英磊抿了抿嘴，轻笑着说道：老板，财务让小庞这么做也是为了酒吧着想，咱们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快揭不开锅了。苏无忌义正言辞：那也不能服了老板我的面子了。小庞插嘴道：老板，财务说了，和您的面子相比，还是钱比较重要。苏无忌气冲冲：这个财务要是还敢出现在我面前，我一定把他的屁股给打烂。岳冰凌看着抓狂状态下的苏无忌，脸上的线条又柔和了几分。这和那个在东环山里大杀四方的苏副组长似乎完全是两个人。而这里的火热气氛和冰冷到毫无人情味的调查局简直是两个世界。岳冰凌突然开口，很认真地说道：今天晚上谢谢你们。都是朋友，就别客气了。苏无忌扯了扯领子，喘了几口粗气：你早点睡，我给他们找个地方继续罚站，晚上我就住隔壁，有事儿可以直接喊我。小庞问道：老板，你不和老板娘一起睡吗？老板娘一起睡？苏无忌打了小庞的后脑勺一下，没好气地说道：不许乱喊，我能和岳处长睡一起吗？小庞看了看不断给他使眼色的肖英磊，说道：明白了，老板不好意思承认。苏无忌几乎要暴走了，而岳冰凌却忽然开口：小庞，你为什么认为我和你的老板是那种关系？小庞：这是老板第一次对女生唱歌。他的眼湖里隐有波纹。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在乱讲什么？老子这花花公子的名头是白喊的，我的第一次怎么可能留到现在？肖英磊回想了一下，说道：小庞记性很好，老板虽然不是第一次登台唱歌，但却是公开第一次给女生献唱。苏无忌难得的面红耳赤。你俩又拆我的台。岳冰凌还是有点不适应这样的气氛，别过脸去，说道：谢谢，我想休息了，你们走吧。苏无忌起身说道：小庞，你今天晚上就给我在这门口站岗，不许睡。小庞：是，保护好老板娘。砰！苏无忌一头撞到门框上。等他们走了之后，岳冰凌对着镜子看着里面的人儿，似乎觉得有些陌生。这俏脸之上透着酡红之色，眼光没有任何冰冷，相反带着些许的暖意和微微的迷离。面部的线条也不再冷冽凌厉，相反唇角和眼角的曲线已经变得柔和。这和原本的自己绝对不是同一人。那些调查局的同事们若是看到，怕是下巴都要掉到地上去。对着镜子，岳冰凌轻轻说道：晚安，亲爱的岳小姐。我的天，不会吧，这是我妹。岳童宇看着手机上的视频，简直眼睛都直了。他从未想过岳冰凌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视频是岳冰凌的司机小李传过来的，在画面中，这位平日里铁面无私不苟言笑的岳处长居然坐在轮椅上被高高举起，手里还举着一瓶啤酒，表情前所未有的生动。想了想，岳童宇立刻去了客厅。客厅里，老两口正在看着电视。他们看起来60来岁，皆是穿着家居服和拖鞋，整体非常放松，和平日里在电视新闻里的状态
完全不一样。爸妈，岳彤宇说道，给你们看看这个。他把手机放到了两人之间。岳国泰戴上了老花镜，看了看视频，难以置信。这是冰凌。在政坛这么多年，岳国泰早就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了，可现在饶是他也控制不住自己的面部表情了。岳彤宇的母亲叫谢慧丽，曾经是宣传部的副职以及中歪电视台的台长。老太太现在已经退休了，在家闲得无聊，整天催婚岳彤宇。谢慧丽也震惊地说道，真的是冰凌，我的天，他居然愿意去酒吧了。以前我让他去台里看歌舞晚会，他都嗤之以鼻，说是靡靡之音。岳彤宇很是感慨，我从来没见过冰凌有过这副表情。爸妈，说实话，我有一段时间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有心理疾病。谢慧丽拍了岳彤宇一下，哪有这么说自己妹妹的？不过冰凌这不好，在家养伤，去酒吧干什么？岳彤宇接了一句，还是灵州的酒吧，大老远专门跑过去。老太太的脸上都是笑意，又揉了揉眼睛。不过冰凌这坐着轮椅被举起来的样子，看着还让人有点感动。我有多少年都没看到这丫头笑呢。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又打了旁边的岳国泰一下。都怪你，非要把闺女送去当兵，现在养成了这性格。岳国泰摇头笑了笑，冰凌去当兵之前也是这性格啊，不过能看到冰凌笑出来真的不容易，这丫头实在是太执拗了。视频播放到最后，苏无忌唱完了最后一句歌词，岳冰凌泪如雨下。谢慧丽哭得更厉害了，明显是在心疼女儿。她又打了岳国泰的大腿一下，你非要让女儿转业进调查局，她在那个岗位上得罪那么多人，得承担多少骂名，这丫头的心里肯定有着很大的压力，只是从来都不愿意对我们讲。岳国泰明显叹了一声，说道，调查局本来就是个得罪人的地方，我只能让自己孩子去。谢慧丽抹了一把眼泪，然后呢，她就只能跟宋鹤鸣一样，把所有人都给得罪到死，然后当个孤臣。岳彤宇也摇头轻叹，中歪调查局就是一把刀，妹妹所选的这条路走得太辛苦，而更多的坎坷与危险还在后面。岳国泰没接这个话，随后问道，冰凌为什么去灵州？岳彤宇说道，听说是为了避一避魏家和林家去灵州清静2天，首都金融圈现在快要闹翻天了。岳国泰似乎并不担心女儿的安全，他笑着说道，可以，这丫头有进步，就该多跟小苏处一处。小苏？谢慧丽问道，就是视频里这个唱歌的大男孩吗？他这穿着像是开屏的孔雀，看起来有点不太正经。岳彤宇说道，妈，你有所不知。于是他便把发生在东环山的事情说了一遍，结果搞得老太太更担心了。冰凌的工作这么危险，你爸还偏偏不让他换个单位，真是气死我了。谢慧丽说道，这小伙子救了冰凌一命，咱们也得好好谢谢他。谢慧丽说道，要不改天把他邀请到咱家里一起吃顿饭。岳国泰想了想，随后才微微点头，我看可以。谢慧丽又打了老伴儿一下，你还思考思考，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咱们也帮冰凌把把关。随后他对岳彤宇说道，正好等小苏喊家里来吃饭的时候，你也把清河叫上。老太太的心思已经快写在脸上了，然而岳彤宇却脸色有些微微发苦。那什么，爸妈，我明天就得赶去宁海主持公司的工作了，这家庭饭局我就不参加了啊。第二天一早，
肖英磊便推着早餐车敲响了岳冰凌的房门。岳小姐，早上好，我来送早餐。他说道。此时正是调查局上班前半小时，以岳冰凌的生物钟，肯定已经醒了。门没锁，进来。岳冰凌说完，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单位，自我纠正了一句：“请进。”岳小姐，昨天睡得怎么样？肖英磊走进来问道。看到房间里的画面，他愣了愣。秋日的清晨，阳光透过纱帘洒进房间里，在地上留下了斑驳的光影。而此时的岳冰凌就坐在轮椅上，坐在光影里。他已经梳洗完毕，短发并未喷定型喷雾，可即便有几缕发丝随意地垂在白皙的脸颊旁，却丝毫不减他的冷艳气质。那冷白皮在微光的映照下，仿若被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使得它宛若一朵清冷的雪莲，散发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息。孤寂、唯美又遥不可及。不得不说，肖英磊即便见惯了形形色色的美女，但还是被眼前的画面狠狠冲击了一番。是的，挺好的，谢谢。岳冰凌还是不善于说客套话，他的眼神深邃又疏离，仿佛始终与这世界保持着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他看了看颇为丰盛的早餐，道：“我吃不掉这么多。”老板吩咐了，既然岳小姐好不容易来了一趟灵州，就把整个临江的早餐都尝一尝。肖英磊介绍道：“有小笼包、肉粽、片儿川葱包会儿、糯米饭千张包，这都是我们厨房做的。”岳冰凌的眼光稍稍一凝，他已经从这丰盛的早餐里感受到了浓浓的热情，而这一份感受也让他想起来昨天晚上的情景。这一刻，一直注视着岳冰凌的肖英磊发现，对方身上的清冷感和疏离感似乎忽然间减少了一些。谢谢你们，那我都尝尝。岳冰凌说道。而这时候，一道声音忽然响起：“嗨，一个人吃早饭多没劲，我来陪你一起吃。”正是苏无忌。岳冰凌一愣，肖英磊则是满面笑容地退了出去。苏无忌走了进来，他穿着 T 恤裤衩拖鞋，刚刚洗完澡，头发还有些潮湿。在岳冰凌的眼里，此刻的苏无忌真的像是个大男孩，每一步都透着蓬勃的朝气以及青春的力量。这和在东环山大战东洋间谍的苏副组长不同，和昨天晚上在舞台上歇斯底里的苏大老板不同，这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但一切又都有迹可循。苏无忌也站到了窗边，把轻薄的纱帘拉开，站在光影里笑着问道：“窗外就是云烟湖，这里的风景还不错吧？”岳冰凌忽然觉得面前的青年好像就是那种天生被阳光眷顾的人，他的生命注定闪耀。他并没有往窗外看一眼，而是微微仰头，目光落在苏无忌的侧脸，轻声答道：“风景还不错。”岳冰凌平时的早餐都在调查局食堂解决，吃饭时间基本上不超过5分钟。由于他的身上总是有股生人勿近的气质，所以也没人愿意跟他拼桌吃饭。岳格格也不喜欢跟别人一起吃早餐，但现在这个青年坐在餐桌对面，热情地招呼着他，让岳冰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感。来，这碗片儿川咱俩一人一半，这个肉粽你尝尝，要是吃不掉咱俩分着吃。我跟你讲，我这厨师做的小笼包比灵州任何一家早餐店里的都好吃。苏无忌吃饭的时候说了很多，岳冰凌不知不觉也吃了好多。
就这进食量得是他平日里的好几倍了。岳冰凌单手揉了揉肚子，谢谢，我饱了，哥。这打了一声嗝，让岳处长难得有了点尴尬。都说了咱们是朋友，你不用天天把谢谢挂在嘴边，听起来太外气了。苏无忌说道。他又递给岳冰凌一杯茶，这是云烟湖茶园的明前龙井，尝尝。岳冰凌喝了一口，甜腻顿消，清香满口，好喝。他简短的评价。说完之后，他就单手握着杯子，小口小口地喝着，没有再说话。整个早餐的过程中，岳冰凌都是如此，似乎闲聊这个所有人都会的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难学会的技能。苏无忌说道。等你回首都的时候，我给你带一斤茶叶走，你在办公室偷偷喝，千万别被宋鹤鸣发现了，我才不给这个老狐狸。好。岳冰凌的唇角微微牵扯了一下，他以为自己已经努力做出了个微笑的表情，但殊不知在苏无忌的眼里根本没什么变化。今天你有什么安排？岳冰凌说道。我和你一起。他要近距离观摩苏无忌的一举一动。苏无忌看了看岳冰凌的腿脚，说道。我今天要和几个从川中来的大学生一起吃饭，你跟着倒也不碍事。川中的大学生？岳冰凌有很多问题想问。嗨，等你到了就知道了。随后苏无忌说道。走，咱们先去临江大学接个人。不愧是调查局的专业人士，岳冰凌第一句话就问到了真相。这几个川中的学生是你资助的？看着一下子就猜到了真相的岳冰凌，苏无忌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道。女人太聪明了，可找不到对象，男人都喜欢女人笨一点。岳冰凌淡淡反问。这样好衬托的你们男人聪明一点。苏无忌。当然男人都需要这种自信的。岳冰凌淡淡道。幼稚。苏无忌推着他的轮椅。再打击我就把你扔半路了啊！岳冰凌不说话了。苏无忌指了指普桑。我今天就不开这台爱车了，你这腿脚不方便，我特地让人找了一台劳斯莱伦。岳冰凌还以为是苏无忌口误。劳斯莱斯。劳斯莱伦前脸长的有点像劳斯。苏无忌指了指旁边的一台黑色的吉利英伦。北方槟城的出租车都是这种，方便残障人士上下车。岳冰凌眯了眯眼。残障人士？他忽然想起安保对王大洲之前说自己坐着轮椅，手脚残疾的话了。这皇后酒吧里的男人全是长了一张破嘴。苏无忌打开了后车门，从地板抽出了一个足有1米多长的倾斜踏板，随后直接把轮椅推上去了。这车的配置让岳冰凌看得目瞪口呆。他拒绝了苏无忌的搀扶，自己撑着扶手挪到了座位上，系好了安全带。岳冰凌看了一眼坐在驾驶座的苏无忌，道：找来这种车，说明苏副组长很细心，在工作中也是这样，细节决定成败。行动处理的其他成员很少有人能做到像你这般细致。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什么事情都想到工作？既然来了，就好好放空一下你的脑袋。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岳冰凌没回应。苏无忌发动车子说道：我先沿着湖开半圈，你可以顺便看看云烟湖的风光。岳冰凌看了看他的背影，又看了看窗外波光粼粼的湖面，仍旧没应声。苏无忌也习惯了岳冰凌这种不带着声带一起出门的状态，不过他总觉得今天的岳格格身上并没有寒气四溢，车厢里的体感温度也始终正常。难道说宫寒被治好了？
半小时后，车子到了临江大学的门口，始终沉默的岳冰凌这才终于开口：“云烟湖很漂亮。”苏无忌咧嘴一笑，也没回应。他给宋之瑜打了个电话：“我在校门口等你。”宋之瑜的声音里明显透着雀跃之意，他说道：“无忌哥，不好意思，我正在老师这里，可能需要半小时，你多等我一会儿啊。”苏无忌说道：“那没事儿，我还带了一个朋友来，正好推着他逛一逛林大的。”宋之瑜敏锐地问道：“推着？”苏无忌笑道：“是个残疾人，缺胳膊少腿的，行动不太方便。”苏无忌挂断电话，再度拉开了后排的踏板，说道：“岳小姐下车吧。”再度听到了这个称呼，岳冰凌的眸光微凝，他随后挪上了轮椅，单手推着侧轮下了车。他看了看临江大学校门上的字，随后说道：“原来是苏老亲笔题写的校名，据说苏老很少在外面题字，这很珍贵。”苏无忌说道：“确实，他这一个字能在灵州换一套房，真是有钱不赚，我都替他亏得慌。”“多赚点留给我也行啊。”岳冰凌的声音清冷：“苏老两袖清风，我很敬重他，你不要这样说。”“行，不说这位受你爱戴的老爷子。”苏无忌笑道：“临江大学的风景也很好，你好不容易来一趟灵州，正好感受一下校园气息，放松一下心情。”岳冰凌抬手放在额前，遮了遮阳光，忽然问道：“是不是只要有朋友来，你都带他们逛云烟湖，逛校园？”苏无忌说道：“嗨，我哪有那个雅兴和耐性。”岳冰凌的眸光微凝，随后道：“谢谢。原来我是那个特殊的朋友。”苏无忌：“我都带他们大保健。”苏无忌推着岳冰凌走上了临江大学著名的林荫道，轮椅的橡胶轮轻轻碾过落叶，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像是秋天在低声絮语。岳冰凌微微扬起脸，望着头顶上斑驳的树影，阳光像是被筛子筛过一般，细细碎碎地落在他的脸上。三三两两的大学生抱着书本小声交谈，浑身都透着青春的气息。这一刻，岳冰凌的心里真的体会到了一股很少体会到的宁静。他平日里的工作状态总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每一步骤都要和效率紧密挂钩，每一次查案都要提防背后的刀光剑影。岳冰凌对自己的要求严苛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就连刷新闻都觉得在浪费时间。什么时候有过这么放松的时刻？走出了林荫道，苏无忌继续推着岳冰凌朝着临江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走去。路过一棵银杏树，一阵清风吹过，金黄的叶片正打着旋儿落下。岳冰凌轻轻伸出手来，接住了一片从自己身边飘落的叶子。他捏着银杏叶，对着阳光看了看，叶子的脉络清晰可见，里面似乎蜷缩着他这一生所积攒的阳光。苏无忌：“这叶子有什么好看的？林大的路边到处都是。”岳冰凌却摇了摇头道：“我以前有很多的树叶标本。”说着，他把那片树叶小心地放进了上衣口袋。这个动作颇有些珍而重之的感觉。对别人来说，这是寻常无比的风景，可每天急步匆匆的岳冰凌却是很久没有注意到了。以前很多标本是什么时候？苏无忌问道。小学和初中。岳冰凌的话似乎多了一些，满满2大箱日记本，全部贴满了漂亮的树叶。他在平日里说话都是陈述句居多，可在刚刚那句话里
却难得的用了个形容词。岳冰凌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不知不觉间忘记了那些爱好。走到了图书馆前，苏无忌忽然开口说道：我给你拍张照片吧，留个念。岳冰凌轻轻摩挲着口袋里的银杏叶，隔了好几秒钟之后才点点头。好。拍照键按下的瞬间，恰有麻雀掠过，岳冰凌耳后的碎发被风掀起，露出了修长的脖颈和白皙的侧脸。拍得真好，景美人更美。苏无忌笑道：给我看看。岳冰凌淡淡地说了一句，把手伸出去。在苏无忌的手机屏幕上有着一个不苟言笑的姑娘，但和平时的严肃相比，她的面部线条明显微微柔和了一些，和秋天的微凉与金黄相映衬，似乎相得益彰。在照片所封存的这一片秋天里，岳小姐坐在阳光下，背后图书馆的玻璃幕墙把秋日的太阳融成了蜜糖色。莫名觉得这张照片很和谐。苏无忌说道：啧，主要是我的拍照技术太好了。发给我。岳冰凌把手机还给了苏无忌。发给我这3个字无疑代表了女生对男性拍照技术的最高认可。但岳冰凌在面无表情地说完了这3个字之后，似乎觉得有些没礼貌，又补充了一句：谢谢，苏副组长，你拍得很好。苏无忌说道：你以后别喊我苏副组长，喊我苏无忌或者无忌都可以。好的，苏无忌。岳冰凌说道。然而苏无忌却笑了起来：还是喊无忌吧，我们现在是朋友。岳冰凌抿了抿嘴，纠结了一下，终于喊出了口：无忌。这一声喊的似乎有点艰难。苏无忌笑了起来：那我就喊你冰凌了。岳冰凌轻轻点头：嗯。苏无忌嘿嘿一笑：小冰冰，小玲玲。苏无忌：喊你小月月也行啊。岳冰凌终于忍不住了：闭嘴。虽然这次过来是特意想要跟在苏无忌的身边学习他的灵活处事，可是岳格格此刻还是觉得自己好像无时无刻都会被这家伙闪到腰。而这时候一道声音响起：苏无忌。岳冰凌循声望去，一个抱着书的女孩子正在走出图书馆。她穿着薄薄的米色风衣，下半身则是一件紧身牛仔裤。这是岳冰凌最不喜欢的款式，因为无论是穿与脱都特别麻烦，行动很不方便，上卫生间都得费半天劲。那么紧，脱到一半全部挤在腿弯，蹲都蹲不下去。而且岳冰凌最不能接受的是，这牛仔裤的线条太过于贴合身材，几乎快要和穿着瑜伽裤没什么两样了。不过这姑娘的风衣下摆正好遮到了臀后，只是把腿部线条展现了出来，只有清风吹起衣摆的时候才似露飞露，很有小心思，正是卓凌宇。岳冰凌一眼就判断出了对方的身份，这不是你资助的那个川中学生？苏无忌摇了摇头，眼睛里明显有很多的嫌弃和无语。这是我中学同学，现在林大读研，但脑子好像坏掉了。岳冰凌有点意外，他虽然和苏无忌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从不认为有人能让他吃瘪。可现在他这表情，明显是拿那个女生毫无办法。卓凌宇抱着书走下台阶，来到了苏无忌的面前，表情微微有些复杂，随后问道：你特意来图书馆等我的？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什么叫特意等你？因为我每天的这个时候，只要没课，都会来图书馆。卓凌宇说道：
你肯定已经摸透了我的生活规律。苏无忌的眉头一皱，你没事吧？我摸透你干什么？你能不能不要自我感觉那么良好？我摸透你的生活规律？我连你1月1次的大姨妈规律都不知道，以前还以为你天天来呢。卓灵雨的贝齿轻轻地咬了咬下唇，说道：上次你故意带着宋之玉来气我，这次又换了一个女生，还用轮椅推着她，你是在故意表现的你对其他人很贴心吗？苏无忌抬起双手示意卓灵雨别说了，然后道：卓灵雨，我就是带着我朋友逛逛林大，这事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和你只是碰巧在这里遇见，你明白吗？卓灵雨似乎已经看透了男人的小把戏，反问道：为什么你每次都碰巧遇见我？千万不要告诉我，是因为我们的缘分深。苏无忌呆了，他仔细地想了一下，妈的，还真是每一次都碰见。他没好气地说道：说明临江大学的校园太小了。卓灵雨说道：苏无忌，你向我道歉，我就原谅你。道歉？你当老子现在还是中学时代的那个舔狗吗？他有气无力地说道。卓灵雨，要不是看你是个姑娘，我真就大耳光抽你了。卓灵雨微微仰头，似乎渲然欲泣。一次又一次的，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么重的话？岳冰凌看着卓灵雨，那股冰冷的气质再度流露了出来。他淡淡说道：初次见面我就觉得你很讨厌。岳冰凌杀疯了的时候，连自己的顶头上司都不买账，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卓灵雨。此时被一个陌生的姐姐当面喷了一脸，卓灵雨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那一双还算好看的眼睛里一下子涌现出了委屈和茫然。她几乎没有被人这么直接攻击过。之前卓灵雨还没仔细打量岳冰凌，这一刻她才注意到，这位姐姐简直是冰山美人，俏脸冷若冰霜，整个人寒气四溢，可那容颜却如冰川雪莲，纯净又无瑕。即便把她扔到茫茫人海中，也是一眼就能看到。这样的天之娇女，为什么会和苏无忌的关系这么好？你说什么？卓灵雨的大眼睛里慢慢地蓄满了泪水。岳冰凌的语气如冰，重复了一遍：我说你很讨厌。你这人，我和你才刚刚见面，你怎么可以这样攻击别人？卓灵雨此刻显得很弱势，如同寒风冻雨之下的小草。看到岳格格这表现，苏无忌差点乐了。刚刚被卓灵雨小公主带来的不爽顿时一扫而空，才被上了这点强度，卓灵雨就受不了了。这才哪到哪啊，这距离岳处长火力全开的程度还差得远呢。无忌是我的朋友，他没有任何向你道歉的必要。岳冰凌很认真地说道：如果你继续坚持这种观点，我会让你后悔的。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岳冰凌那冰冷的眸子里已是杀气四溢。在查办那些省部级官员的案子之时，岳冰凌的气势往往都让那些所谓的大佬官员们直呼受不了。这卓灵雨涉世未深，又怎么可能扛得住？苏无忌在一旁看着此景，甚至觉得这岳冰凌是不是把卓灵雨当成东洋间谍了？这寒气有如实质，实在是太猛了。卓灵雨本能地往后面退了一大步。虽然他是站着的，岳冰凌是坐在轮椅上，可是卓灵雨的气场却明显比对方矮了一大截。在这种气场压制之下，他明显感觉到了呼吸不畅，手脚冰凉，四肢都不听自己的使唤了。岳冰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丢下了一句：
好自为之。简单的4个字，却像是4把刀。卓灵雨忍不住的打了个哆嗦。岳冰凌说完，便让苏无忌推着自己离开。我们走。有点厉害。苏无忌笑着说道。不过你也不用为我出头，都是小事儿，我自己能处理。你是我的朋友。岳冰凌淡淡说道。唯一一个朋友。苏无忌的心情明显好了许多。小玲玲，你越来越可爱了。岳冰凌忍了忍，没吭声。他依然不太适应别人用可爱来形容自己，更不适应别人这么称呼自己，恶心巴拉滴，搞得午饭都不想吃了。不过岳冰凌觉得自己应该向苏无忌看齐，站在他的思考角度来想问题，一时间陷入了沉思之中。小玲玲，你在想什么呢？苏无忌凑到了岳格格眼前，问道。岳冰凌的沉思正好也有了结果，面无表情，很认真地说道：我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喊你小季季？叫小什么？苏无忌想到来了某个谐音，瞪圆了眼睛。我操，这可不行，乱喊的呀。岳冰凌确实没想到某个谐音，他只是看到苏无忌抓狂，自己的心情便变得好了不少，于是又冷着脸喊了一声小季季。卓灵雨抱着书本站在图书馆的台阶前，看着苏无忌里都不理自己，居然推着别的女人扭头就走，眼泪彻底不受控制地掉下来。而在卓灵雨的视野里，苏无忌推着轮椅已经轻轻碾过了满地落叶与斑驳，而这秋天的阳光正在轮椅的后面铺开，似乎是在这一男一女的身后拖曳出了长长的温暖的河流，很唯美，很动人。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这幅场景之后，卓灵雨莫名觉得心中一痛，像是错过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那个冷若冰霜的姐姐只是一句简单的话，就把她所有的骄傲击得粉碎。此刻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和自己之间像是相隔了一个世界。这时候袁年达也背着双肩包从图书馆的卫生间里走了出来。最近能够天天和女神一起上自习，让他的心情极好。他看着卓灵雨无声哭泣的样子，简直心都要碎了，连忙问道：灵雨，你这是怎么了？有谁欺负你了吗？卓灵雨摇了摇头，目光却一直落在几十米之外的男女身上。袁年达顺着这目光看过去，眉头狠狠一皱，问道：那是苏无忌，是他欺负了你。卓灵雨仍旧不出声，泪水还在扑簌扑簌地落下。他这沉默的表现落在袁年达的眼睛里，无疑相当于默认了。苏无忌这混蛋，我去找他。袁年达撸起袖子，怒气冲冲地说道：我让他跟你道歉。算了。卓灵雨的心中哀伤无限，他随口说了一句，想要转身离开。袁年达却不愿意，毕竟英雄救美的机会就在眼前，要是错过了也太可惜了。于是他拉住了卓灵雨的胳膊，说道：不能算了，别人欺负我们，哪能就这么算了？说罢，袁年达便想拉着卓灵雨冲上去。可是这时候，两个男人不知何时突然出现在了袁年达的前面。他们并肩而立的动作像是两扇门陡然关上，袁年达没注意，差点撞上去。你们不长眼啊，差点撞到我。袁年达没好气地喊道：快点让开，听见没？他顺手推了这两人一把，却完全推不动。这两个男人也根本没有挪动脚步的意思。他们一个穿着黑色夹克，一个穿着深色牛仔外套，
皮肤微黑，皆是留着平头。其中一人反而一把揽住了袁年达的肩膀，道：你们俩跟我们去谈一谈。这声音似乎不含任何的感情。袁年达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哆嗦，因为他发现自己被控制住了。那个男人搂在自己肩膀上的手简直像是铁钳一样，而对方的另外一只手也紧紧地扣住了自己的胳膊，根本挣脱不开。跟我们走。这个男人说着看向了卓灵雨，语气不容置喙。你也一样。卓灵雨也有些紧张，他本能地想要求救，可是对方却说道：我不会在校园里伤害你，但如果你现在大喊，那么我会让你后悔这么做。我会让你后悔的这句话又让卓灵雨想起了刚刚那位短发姐姐的威胁。好好好，我跟你们走，你们不要伤害我。袁年达哀求着，简直快哭出来了，甚至忘了要让这俩人不要去伤害身边的女神。相反，卓灵雨却已经变得平静了许多。她之前已经感受过了岳冰凌身上的杀气了，那浓烈程度甚至要超过眼前这两个男人。我配合，跟你们走。他说道。卓灵雨和袁年达被这两个男人带到了图书馆的顶层天台。你们要干什么？袁年达战战兢兢地喊道：你们要把我们从这里推下去。我今天不推你下去，但不保证我以后会不会把你丢下去。其中一个夹克男嘲讽地冷笑了2声，随后掏出手机看着屏幕上的字念道：袁年达，父亲叫袁康华，母亲叫张丹晨，家住林州湖东康悦小区联排别墅区21地栋。听着这一切，袁年达的脸色越来越白。你怎么连我家里住在哪里都调查清楚了？他战战兢兢地问道。这夹克男没回答，而是转向了卓灵雨。你叫卓灵雨，父亲叫卓东然，江南造船厂的普通工程师，身体不好，提前办了内退。母亲名叫李丽瑶，在10年前失业，偶尔做一做零工补贴家用。目前家庭1年的总收入是……够了，不要再说了。你们到底是谁？卓灵雨的脸色已经明显涨红了，拳头紧紧攥着，咬着嘴唇，表情复杂到了极点。毫无疑问，这个男人说出了他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卓灵雨的家庭条件非常一般，他在外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的家庭，但从他的穿着打扮和消费水平来看，没有人会联想到他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当然，那些和家庭条件不匹配的消费，主要都是靠舔狗买单。夹克男淡淡笑了笑。我既然能查到你们的身份信息，那么你猜猜看我会是谁？袁年达的声音都带着哭腔。你们是不是秘密部门的？我又没有犯法。卓灵雨反应倒是挺快的，他抬手一指岳冰凌离开的方向，皱眉问道：你们和他有关？看到你们俩和我们家小姐针锋相对，所以特来警告你们一声。这个男人的语气之中充斥着嘲讽与冷意。有些人你惹不起，下次再见到退避三舍，明白吗？卓灵雨不甘心，但也非常挫败。她的家庭条件和那位强势之极的冰山姐姐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他到底是谁？卓灵雨忍不住地问道。这个夹克男说道：你不需要知道我们家小姐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以后只要不再招惹她，那么你就会很安全。说着，这个男人拉开了自己的外套，在他外套的里面穿着黑色 T 恤，
而 T 恤外则是扎着武装带，在武装带的侧面竟然插着一把手枪。卓灵雨忍不住地打了个寒战。这一刻，无比巨大的差距，犹如天堑鸿沟一般，在他与岳冰凌的世界间撕裂开来。卓灵雨的面色有些苍白，他自嘲地笑了笑，投胎也是一种本事。在这一刻，卓灵雨也分不清自己的语气之中到底有没有羡慕和嫉妒。那夹克男嘲讽一笑，你这么想倒也没错，反正记住我说的话就是。卓灵雨的嘴唇已经被咬出了血。如果我也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那么一切会不会不一样？而袁年达则是连连点头，替自己辩解道：我知道了，我记住了，我本来就没和你们家小姐说一句话的。这话的潜台词已然有点无意间把责任往卓灵雨身上推的意思了。那家克南盯着他看了看，是吗？你确定？袁年达立刻说道：当然，当然，我本来只是想去找那个苏无忌，让他道歉。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却发现面前的两个男人气场忽然间为之一变。穿着夹克的男人一扬手，狠狠一巴掌重重抽在了袁年达的脸上。袁年达被抽得一屁股跌坐在地，而这个男人揪着袁年达的领子，把他拎了起来，表情明显有些狰狞与愤怒，狠声说道：让他道歉，你也配？看着这夹克男眼睛里毫不掩饰的狰狞之意，袁年达再次忍不住地打了个寒颤。他的脸火辣辣的生疼，脑海里一片空白。袁年达完全想不通，为什么在提到这个苏无忌之后，这两个男人的反应比提到他们家小姐还要激烈得多。这家伙居然下意识地说了一句：他明明就是个小屌丝，我怎么可能比不过他？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小屌丝。夹克男看了看袁年达，眼神里带着怜悯和嘲讽：小子，你真他妈的无知。他说完这一句，觉得有些食不解气，单手拎着对方的衣领，拳头狠狠地砸在了对方的腹部。后者倒在地上，捂着肚子，虽然张着嘴巴，却痛到发不出来任何声音。脖梗和额头上青筋暴起，整张脸涨红的像是喝醉了酒。你们为什么打人？卓灵雨有些害怕，可哪怕这两人的身上有枪，他还是站出来了。你们来到校园里，把学生打成这个样子，不怕校方追究吗？追究？夹克男冷冷一笑，说道：就凭你们临江大学，还追究不了我？听着这句话，忽然想起来对方随身带枪，卓灵雨的面色本能的一白。穿着牛仔外套的平头男人则是说道：小丫头，我之前也看到了，你和苏无忌认识，但我提醒你，就算他曾经与你有交集，但那也已经是过去了。事实上，从开始到现在，他对你来说都是高不可攀的。卓灵雨有些不太能接受这个事实。他对我高不可攀，我不理解。难道不该是反过来的吗？牛仔男冷笑着：不需要理解，记住就行。而旁边的夹克男则是说道：我说话可能更直白一点，今天看你是女人，我不动你，但如果还有下次，被我碰见你惹到了苏无忌，你全家都要有麻烦。这夹克男人说着，手伸入怀中，从武装带拔出来了一把战术匕首。那匕首闪着寒光，让卓灵雨感觉到了强烈的心悸。他本能的想跑，可是理智告诉他，这种时候跑得再快也没用。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片子，读书把脑子都读傻了。夹克男冷笑着丢下一句，
把匕首插回腰间，转身离开。等那2个男人已经走了很久，卓凌宇才回过神来。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汗水完全湿透了。袁年达还捂着肚子倒在地上，满脸痛苦。那一拳所蕴含着的力道，让他的眼前仍旧一阵阵发黑，肚子剧烈绞痛着，似乎肠子都已经凝在了一起。卓凌宇想着袁年达之前有意无意间推卸责任的那几句话，只觉得一阵阵的犯恶心。苏无忌，你到底是谁？卓凌宇狠狠皱着眉头。这些人真的不是你找来的演员吗？显然他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但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2个男人离开了图书馆，远远跟在苏无忌和岳冰凌的后面，看起来就像是个游客，可偶尔扫过的眼神里充满了警惕性。穿牛仔外套的平头男人笑着说道：钟毅，你直接亮了枪，那2个大学生估计要被吓得睡不着觉了。这俩人活该，那男生家庭条件不错，胆子太小，色厉媚人，那女孩就是个白莲花，靠着舔狗的追捧来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加科男李忠义摇了摇头说道：就他俩这德行，还敢找我队长和冰凌的麻烦，活腻歪了。穿牛仔外套的男人名叫李元，他笑道：你的眼光还是这么毒辣，一眼就看穿他们的底细了。跟苏队和岳处长相比，这些同龄人确实差得太远。显然岳冰凌并不是他们口中的我们家小姐，之前在卓凌宇面前这么说，完全是故意而为之。李忠义嘲讽地说道：这俩学生知道个屁！想当年我们跟队长在委内瑞拉突袭毒枭老巢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耍小孩子脾气呢。李元的眼睛里也浮现出了回忆的神色，笑着说道：是啊，当年上面给咱们空降了个那么年轻的家伙当临时队长，我们一个个都不服气，就只有你眼光毒，一开始就看出苏队的不一般。李忠义笑道：你们几个任务结束之后，还不是一个个对队长心服口服的？李元说道：现在咱们进了中外特勤局，其实还真的有点怀念当初在烈焰大队的时光，在境外南征北战，干完非洲干美洲，那真叫一个痛快。李忠义远远看着苏无忌和岳冰凌的背影，我本来以为以他们俩的性格，见面肯定得火星撞地球，没想到岳处长居然能主动替队长出头，我之前可完全没想到这画面。李元也是笑道：有苏队在，咱们这一趟保护任务的压力小了很多了。显然作为中央特勤局，他们此行的任务就是暗中保护岳冰凌。嗨，无忌哥。宋之瑜从导师的办公室里出来，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岳冰凌，眼睛里面瞬间涌现出了惊艳的感觉，问道：这位姐姐怎么称呼？苏无忌说道：你可以喊冰冰姐或者玲玲姐。岳冰凌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叫岳冰凌，在首都工作。他并没有详细介绍自己的工作部门。在看到了面前的女孩子之后，岳冰凌对苏无忌口中那些叠词的反胃感觉瞬间消散。当这个姑娘走出来的时候，似乎连秋日的风都变得温柔了起来。温和的天光落在宋之瑜的身上，勾勒出纤长的轮廓，柳叶眉下是轻弹般的桃花眼，眸中流转的波光像是被春风吹皱了的湖面。她的美很惊艳，但并不浓烈，而像是青瓷盏里浮动着的明前龙井。冰凌姐，你好，我叫宋之瑜，在临江大学读大一。
宋之瑜轻笑着说道。岳冰凌深深地看了宋之瑜一眼，你很好看。这语气冰冰冷冷的，听起来也不太像是在夸人。宋之瑜也觉得这位姐姐看自己的眼神就像是在看拆解的手枪零部件一样。他轻笑道，冰凌姐更好看，不过姐姐你的胳膊和腿。岳冰凌淡淡说道，受了点伤，没必要把细节告诉你。他还是这种个性，即便已经有心做改变，但还是一句话就能把天给聊死。但宋之瑜却丝毫不以为意，他很自然地绕到了轮椅后方，从苏无忌的手里接过了轮椅把手。我来推吧。岳冰凌，谢谢。冰凌姐，别客气。宋之瑜说道。岳冰凌却忽然闭上了眼睛，回想了一下初次见到宋之瑜的惊艳画面，几秒钟后才睁开眼问道，宋之瑜，我们之前有见过吗？宋之瑜很肯定地说道，肯定没有。像岳冰凌气质这么独特的人，如果见过一面，肯定会印象深刻，想忘记都难。奇怪。岳冰凌说了2个字，便不再开口，似乎陷入了思索之中。几分钟后，苏无忌一行人走到了校门口，却正好看到了路对面的卓灵雨。这姑娘刚刚哭过了一场，眼睛上的红血丝尚未消散。在和苏无忌眼神对上的一刹那，卓灵雨的心脏骤然一紧，本能地想起了刚刚那2个凶悍男人的威胁。苏无忌直接别过头，不再看他，满脸透着无语和不耐烦。而卓灵雨也第一时间转脸，想要看看那2个持枪男人有没有在后面跟着，并没有看到。曾经王牌特种部队的王牌侦察兵，要是被卓灵雨轻松发现了行踪，那可太离谱了。卓灵雨咬了咬嘴唇，正准备上前去向苏无忌问个清楚，然而这时候他却见到一个穿着 LV 外套的男生忽然喊了一声，姐夫。姐夫。听了这声音，岳冰凌和宋之瑜同时看向了苏无忌，而卓灵雨也认出来了，这个男生就是这届大1年级里颇有名气的富二代江浩彬。宋之瑜和江浩彬有过一些不愉快，虽然后者已经向他道了歉，但2人也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虽然在同一个校园里，但几乎没再有过交集。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江浩彬谁是你姐夫啊？你姐又不在这里，别乱喊。宋之瑜听了这话，一下子变得笑眼弯弯。然而他可能没理解苏无忌这句话的潜台词，现在当着其他女人的面别喊姐夫，等你姐在场的时候可以喊。姐夫，我能看出来，我姐的心里全都是你。江浩彬很狗腿子的陪着笑。我不管，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就认定你是我姐夫了。现在他这服服帖帖的模样和之前的嚣张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卓灵雨在对面看着此景，心情愈加复杂。江浩彬这样的首都超级富二代，完全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你叫江浩彬，那你姐叫什么名字？岳冰凌忽然问道。江浩彬看了看面前这漂亮清冽的冰山美女，有点不爽于她的问话态度，也有些提防她和苏无忌的关系，警惕地说道，我姐叫什么关你什么事？岳冰凌却推断出了江浩彬的真实身份，他的声音仍旧非常冷淡。可惜了，江司令戎马一生，却留下你这么一个废柴来。江浩彬立刻涨红了脸。你说什么？苏无忌笑起来，倒也没说错。
他很喜欢看岳冰凌怼人，简直是自己的嘴替，只要怼的不是他自己。岳冰凌说道：你的姐姐叫江婉星，你比她差远了。江浩斌呵呵一笑：你这么评价我，你又算是哪根葱？苏无忌说道：她叫岳冰凌。岳冰凌又算是什么？我操，岳冰凌！江浩斌立刻瞪圆了眼睛，这家伙反应倒也是极快，立刻道歉：岳姐姐，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没认出您来。开玩笑，调查局的铁面女阎王谁敢招惹？只是以江浩斌的脑回路，完全想不明白，这位高冷之极的岳格格怎么和苏无忌的关系这么好？不是传言他没有半个朋友吗？卓灵雨看到家世卓越的江浩斌居然在跟那个高冷的姐姐道歉，心情更加复杂。他知道那两个凶悍的中年男人并没有骗自己，有些人或许是他这辈子都招惹不起的。苏无忌拍了拍江浩斌的肩膀：好好努力吧，别人对你表面上的那些毕恭毕敬，有多少是因为你老爸老妈老姐，你心里也该有点逼数。江浩斌面红耳赤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姐夫，我不会再当个纨绔了。苏无忌重重拍了他脑门一下：让你别乱喊姐夫了，滚蛋。江浩斌嘿嘿笑着离开。不过几分钟之后，他忽然被人叫住了：江浩斌同学。正是卓灵雨。江浩斌一愣，随后警惕地问道：你是？他还以为这是要来跟自己姐姐抢人的。我是研一的卓灵雨，想问一下，苏无忌到底是什么人？卓灵雨补充道：我和他是中学同学，只知道他之前在皇后酒吧上班，后来被开除了。开除？江浩斌差点被这句话整懵逼了，随后哈哈大笑：你说他被皇后开除？卓灵雨轻轻皱眉：你笑什么？这是我亲眼所见。江浩斌一摆手：嗨，你们这算是哪门子的同学？他怎么可能被皇后开除？他是皇后的大老板啊！皇后的大老板？卓灵雨的眉头狠狠皱着，即便有些心理准备，可这个答案还是让他难以置信。江浩斌说道：何止，他现在坐着的可是林州夜场的头把交椅，是林州地下世界之王。砰！卓灵雨的身形一晃，手里的书本全部掉在了地上。